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咱们的太阳系之旅，今天的目的地是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它可能也是太阳系内最神秘的行星。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这个您先别急，待会儿咱们就会有答案。首先，水星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在中国古代，水星原来叫做辰星，后来是司马迁发现这颗星是个灰色的行星，灰色属于黑色系，而黑色在五行中又属水，所以就按照它给其他行星命名的惯例，给它取名叫做水星了。水星在西方被叫做 Mercury， 是古罗马神话里专门为各个神传递信息的使者，所以之前的那个水星探测器，人们就给它起名叫做信使号。水星除了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之外，它还是太阳系中体积最小的行星，甚至还没有木星的卫星木卫三和土星的卫星土卫六大。同时，水星也是太阳系里公转速度最快的行星，它绕太阳公转一周只需要88个地球日，不管是角速度还是线速度，都是最快的。水星的自转周期大概是59个地球日，所以水星其实没有被太阳潮汐锁定，而是以3:2的比例形成了轨道共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水星轨道的偏心率很大。大家从屏幕上能够看到太阳系内主要天体轨道的偏心率，可以看出，在众行星中，水星轨道的偏心率是最大的，而且水星轨道的偏心率相比于另外3颗内太阳系的类地行星整整大了一个数量级。只有身为矮行星的冥王星，它的轨道偏心率才能和水星相比。水星轨道超大的偏心率也是水星的神秘点之一，所以水星轨道偏心率为什么会这么大，咱们待会儿再聊。您现在只要知道是水星轨道偏心率大导致了水星的轨道共振就可以了。如果您要问冥王星会不会也存在轨道共振的现象呢？您还真问着了。事实上，冥王星还真的存在轨道共振的现象。冥王星每绕太阳转2圈，海王星就绕太阳转3圈，也是一个3:2的轨道共振关系。本来水星还有一个让天文学家困惑不已的现象，那就是水星的进动误差。您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是进动？进动指的是天体或者是物体在旋转或轨道方向随着时间缓慢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于像水星这样的天体而言，进动指的就是它的轨道的近日点位置相对于太阳在逐渐移动，也就是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现象。按照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解释水星进动现象，一直和实际的观测存在着大约 7.5% 的误差。天文学家一直找不到导致这种误差的原因，直到爱因斯坦提出了广义相对论，才成功的解释了误差的原因。因此，水星进动也成了广义相对论的3大天文验证之一。广义相对论的另外2大天文验证就是光线从太阳附近经过时会发生弯曲的现象，以及光谱的引力红移现象。水星作为类地行星，它的结构和地球比较类似，也分核心、地幔和地壳3个部分，但它的核心非常之大，大约占了整个水星体积的 55%。相比之下，地球的核心只占总体积的 17%。水星的表面地貌和月球非常相似，也有山脉、平原以及大量的撞击坑。虽然它离太阳很近，但因为缺乏大气，导致它的表面并非持续高温。恰好相反，在水星表面存在着巨大的温差。白天的赤道地区温度可以达到420摄氏度，而到了晚上则又能降低到零下100多度。尤其是在2极地区的阴暗坑洞底部，这些地方常年没有阳光的照射，所以这些地区的温度能始终保持在零下100多度。NASA 在这部分地区观测到了极强的雷达回波，天文学家据此推测，这里面很可能存在着大量的水冰。
我们知道，在地球的南极，大约有4乘10的18次方公斤的水冰，火星的南极大约有10的16次方公斤冰，而水星上竟然也有10的15次方公斤冰，这大约是火星的1/10，地球南极的1/40，算得上是相当多了。至于这些水冰的来源，推测可能是由于行星内部排放出来的，或者是彗星从外面带来的。说起水星的磁场，相信大家都知道，造成地球磁场的原因是炙热熔融的铁质内核和地球的自转。但令人吃惊的是，根据水手10号水星探测器发回的数据显示，自转的如此缓慢的水星竟然也拥有自己的磁场，只不过水星的磁场比较弱，大约只是地球磁场的1%，再加上它离太阳这么近，这么弱的磁场根本不足以保护水星免受太阳风的侵袭。不过，这是否也意味着水星上可能会有比月球更丰富的氦三储量呢？当然，这是我的突发奇想，事实到底是怎么样，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水星几乎没有大气，这点相信就不用我多说了，毕竟离太阳实在是太近了。同样是因为离太阳近，所以水星和金星一样，没有自己的卫星。另外，离太阳近也造成了很少有探测器曾经抵达过那里，所以人们对水星的了解就十分有限。到目前为止，真正到过水星附近的探测器一共只有3个，包括目前还在路上的贝皮可伦坡号。2025年年底，贝皮可伦坡号将进入水星轨道，正式展开对水星的探测。在水星探测器中，水手10号是第一个以水星为探测目标的探测器，它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达了水星的附近。水手10号总共有3次飞掠过水星，绘制了水星表面约40%到45%地区的地图，并拍摄了2800张水星照片。2004年 NASA 又发射了信使号水星探测器，为了节省燃料，信使号执行了一系列复杂的飞跃，总计飞越地球1次，金星2次，水星3次。这种操作可以使它用最少的燃料做出相对于水星的减速。2011年，信使号终于进入了水星轨道，成为第一个围绕水星运动的探测器。2015年，信使号因为推进剂耗尽，最终以撞击水星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探测任务。这次撞击还在水星上留下了一个篮球场大小的撞击坑。说到这儿，水星的大致情况就介绍的差不多了，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水星的神秘之处。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水星的第一个神秘之处就是它的轨道的偏心率很大，远大于其他3颗类地行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种猜测。第一种观点认为，水星轨道的偏心率大，是因为水星轨道受到了太阳引力的不对称影响，近日点位置不断的漂移，增加了偏心率变化的可能性。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太阳系形成的早期，水星的轨道可能受到木星和金星的引力共振影响，从而产生了比较大的偏心率。第三种观点认为，水星可能遭受过1次或多次大规模的撞击事件，这些事件可能改变了轨道的形状，导致水星轨道的偏心率大。还有观点认为，水星的体积小，质量低，而且轨道倾角相对较高，使得水星在受到扰动的时候，比其他行星更容易发生轨道的变形。关于水星轨道偏心率大的猜测虽然多，但是没有一种能够说服多数的天文学家。所以，想知道水星轨道偏心率大的真正原因，就只有等待新的证据了。水星的第二个神奇之处就是水星超大的密度。在早期，通过观测，人们发现水星的密度似乎有点太大了。根据行星形成的理论，太阳系的这些类地行星都源自太阳系形成之初的尘埃云坍缩，所以按理来说，这些行星的组成成分应该都差不多。考虑到质量越大的行星，它内部的引力压缩就会更明显，因此
对于这些行星来说，个头越大的行星密度也就越大。像水、金、地、火这4颗行星，地球的个头是其中最大的，所以它的密度也最大，达到了 5.5 克每立方厘米。金星的个头比地球小了一点，所以密度也略微小了一点，是 5.2 克每立方厘米。火星的个头就相对比较小了，所以它的密度就只有 3.9 克每立方厘米。而水星是这4个里面个头最小的，按理来说它的密度应该比火星还小，最多 3. 几克每立方厘米。可实际计算后发现，水星的密度却高达 5.4 克每立方厘米，比金星还要大一点，只比地球略略小了一点。不合常理的高密度使得人不得不怀疑，水星该不会是个被剥了外壳的行星内核吧？而且水手10号探测器的数据表明，缓慢自转的水星竟然还存在有磁场。尽管水星磁场非常弱，只有地球的 1%， 但是以水星的个头，它的内核应该早就冷却了，再加上它缓慢的自转，根本就不应该产生磁场。因此水手10号的数据似乎是在意味着水星的内核可能并未完全冷却。2002年，科学家通过对水星自转的高精度测量，采用较为充分的证据，确认了水星的内核确实没有彻底冷却。鉴于水星的个头之小，它熔态的内核应该不会像地球一样，主要是铁镍之类的合金，而应该是由更轻的元素构成，比如硫化铁。可是以水星到太阳的距离，像硫这样的轻元素应该早就被太阳风给吹跑了，除非水星原来不在现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水星本来是在距离太阳较远的地方运行，后来因为某种原因使它跑到了今天的位置。这个也能和前面水星轨道的偏心率大对得上。2004年 NASA 发射了信使号水星探测器，经过漫长的飞行和轨道调整，2011年信使号终于成功的泊入了水星的环绕轨道。在信使号的帮助下，人们精确地算出了水星的密度，确实远远高于理论值。随后信使号通过低轨飞行，在水星的大气中探测到了丰富的化学元素，其中就包括先前推测出的硫元素。水星具有硫化物的熔内核，并为其提供磁场的这种猜测基本上就实锤了。科学家们还进一步推测出，水星在含铁的硫化物构成的外部核心的内部，还有一个由熔态的铁汇聚而成的内核心，内外核心的总体积占到了水星体积的 55%， 质量更是超过了水星总质量的 70%。 相比之下，地球核心的体积只占地球总体积的 17%， 质量只是地球总质量的 32%。 在这样的数据之下，难怪水星的密度会如此之高。于是人们对水星的身世就有了3种猜测。第一种是水星原本不在现在的位置，它原来的轨道在更远的地方。后来的某一天，水星遭受了一颗直径数百公里的小行星的撞击，这次撞击使得水星改变了它原有的轨道，飞进太阳，形成了现有的轨道，并且它的地壳和地幔也在这场撞击中被大量剥离，最终剩下了致密的核心。第二种猜测认为，水星就是在现在这个位置形成的，但是由于早期太阳能量输出还不稳定，水星在此时的温度可能够达到几千甚至上万度，因此水星表面的岩石都被高温融化，然后被太阳风给吹走了。等太阳稳定下来之后，水星就只剩下了内部的核心了。第3种猜测和第2种有点相像，也是说水星本来形成于太阳的附近，只是它的外层物质被太阳给吸走了，所以就剩下了内核。这3种假说哪个和现实更接近呢？从信使号探测器发回的数据来看，目前更倾向于第3种猜测。相信随着贝皮可伦坡号在2025年年底进入水星的轨道，人们必将获得更多有关水星的数据，
到那个时候，这些争论可能就会有个结果了。好，关于水星，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